男人紧握着锋利的斧头，正对着面前那棵巨大的树，脑子里快速规划了个砍树的计划，一斧子挥下去。原来这是神赐的万能农具，前世他被人背叛了，得了个没药治的病，活到39岁就没了。神看他前世过得太惨，决定给他来个翻盘的机会，还附赠了个不生病的铁打身体。但火乐却想过农家乐，虽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神还是尽力满足他，还赋予了他那万能农具的力量。不久，火乐在丛林中醒来，能再次动弹身体，让他兴奋不已。既然重获新生，就在这里开启他的第二人生。四处环视，全是树林，心里念着的万能农具，手里下秒多了把锄头。兴奋之下，他开始耕作，就像用魔法一样。这锄头能让挖土和树根变得轻而易举，还不会感到一丝疲倦。野外生存要点得先搞定，先得保证有水和食物。活了竖起耳朵倾听，但只有树叶沙沙作响，地上连点绿色都没有。忽然有个神秘生物从后面闪过，心想这野兽也不足为奇，还是得先找个稳妥的地方定居。远望一棵巨树就是他的目标，决定就在这里搭建家园。四处一看，还是没水源也没池塘，但这难不倒他，用万能农具变出一把铁锹，没过多久就挖出个几米深的坑。结果坑挖出来，可出去就麻烦了。一招妙计，火了斜挖开。好运总赏识那些有心人，清泉水哗哗流出来了。解决了水的问题，下一步得找食物。火乐拿起镰刀修整四周的草，边整理边寻找能填饱肚子的，啥都没找到，真是白忙一场。想着这块要变成农地，大树在这就碍事了，得砍掉。斧头一变，脑子里计划已经出炉。这么一搞，那么一弄，这玩意儿还真好用。树干像豆腐一样被切开，木头堆成了小山，搭房子却不知道咋下手。何况这连钉子都没有，兴奋过头忘了时间。转瞬间天色已晚，晚上该怎么照明呢？得抓紧时间生火。那万能农具再厉害也变不出打火机或者火柴，放大镜倒是能变，可惜日头已经落山了，只好挖个树洞将就一晚。天亮了，火乐开始摸手弄火，为了开点又清了一遍周围，用那万能农具不累不饿，干活效率高得很。但时间久了，体力也就消耗大了。正考虑要不要去找食物的时候，一只兔子窜过来了，一看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。火乐抄起锄头一下子敲过去，不一会儿兔肉香味四溢。吃完野味感觉倍儿棒，还特意做了个马桶，忍不住试了试感觉，就是觉得缺点啥。果不其然，得有个遮头的东西，于是又搭了个木板厕所。到耕地这一步了，心情好的不行，已经在盘算种点啥好。土豆、洋芋、马铃薯这些好存的，再来几根番茄、黄瓜直接吃就行。想着满园子的菜跟果，可问题来了，地儿都翻好了，种子哪儿找去？第二天一睁眼，地里嫩芽冒出来了。火乐吓了一跳，肯定又是那万能农具的手笔。兔子别来破坏，火乐忙着搭栅栏、挖沟渠，辛辛苦苦建的小屋也终于盖好了。不过第一个客人是2条狗，看样子没坏心眼儿，还挺受伤的。火乐让他进来了，正好给他们处理掉剩的野猪肉。这时候发现一条狗怀孕了，看样子快要生了，就把它搬到屋里去了。火乐这一方面也是一窍不通，只能静静等好消息。一大早就去看狗狗，看见那几只小奶狗你争我夺的，心情也舒坦了。挑了野猪肉最好的部分，庆祝新生命的到来。就像火乐希望的，狗狗们都留下了，成了看家护院的好手，好叫他们。火乐给他们取了名字，公狗叫小黑，母狗叫小雪。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，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真是太爽了。火乐还打算接下来做点家具什么的，他还有好多想做的呢。听说女孩要走，火乐赶紧求她留下，女孩子却以为他是求婚了，脸一下就红了。火乐明白了，没多说啥，想来想去还是顺其自然吧。虽然说挺突然的，女孩也答应了。这是火乐穿越到异世界后头一次遇见人类的女孩子，具体说是吸血鬼的女孩。在这之前，火乐忙着开荒，想让自己的地儿更大一点。那些万能农具种的菜长得特别快，一会儿功夫就能吃上了。每天就那么粗茶淡饭，火乐可是特别想念的味盐，所以他每天在森林边上转悠。有小黑他们带路，在森林里也不怕迷了路，搜寻的范围也能更大一些。好运总是眷顾勤劳的人，火乐总算找到了那条盼了好久的河。有了万能农具，想弄条引水渠还不是小菜一碟。转眼冬天来了，火乐得想想怎么过这冬。本来想用那巨兔的皮毛，可那味儿太冲了，有点不新鲜，看来只能窝在屋里生火取暖了。这会儿小黑带了个好消息，一只大蜘蛛自告奋勇来求职。火乐还没回过神来，蜘蛛就用蛛丝织了块手帕，上头还绣着他的招牌。火乐就让蜘蛛在屋中央的大树上安家，他每天勤勉着织着毛衣，床铺被褥也都有着落了。不久后冰雪化了，春天悄悄地来了，小黑们一起外出历练去了。等他们回来时都领了女朋友，蜘蛛妈妈也生了一窝小宝贝，
就活了自己还担着呢。平时里蜘蛛妈妈除了织毛衣，还得充当警报员，跟着小黑深入森林，看到的是个穿着破旧衣服的白毛萝莉，看着他那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活了好生奇怪。他喊住小黑们给女孩盖上衣服，突然间女孩笑起来，跟着就是一闪红光，小萝莉瞬间变身成御姐。不过女孩这一举动惹恼了小黑们，开始毫不手软地朝她发起攻击，结果她又变回那小个子了。后来活了才弄明白，这女孩是个吸血鬼，吸血就能让她力气恢复，以为能打过一只小黑，没想到小黑不是单打独斗，结果被一群团团围住摁在地上。知道了这一来二去的事儿，活了不但让女孩吸了自己的血，还把她带回自家院子。女孩没见过这些植物，好奇极了，问这都是些啥东西。活乐拿出剪刀给女孩剪了个西红柿，接着他们尝了尝玉米，又拔萝卜挖土豆。挖土豆的时候脸上都是泥巴，但乐呵呵的。女孩把这件好玩的事都记下来了，还说她的名字叫露露西，她是因为和贵族吵架被那些危险的人追来追去的，偶然听说这森林的传说，就跑进来躲避一阵子。对于今天所遇到的一切，露西都觉得新奇的很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她还想再来这玩。听到他不久得走，活了这才见到个人影，希望露露西能留下，只要他愿意可以一直留下。他回答说知道了啦。第二天，露露西故意变回小个子，想的是这样活了就不会对他怎样了。有时候挺巧的，前面有个白毛精灵族，后面跟着金发天使族，简直就像是直接送上门的老婆。露露西一来，咱活了日子也滋润开了。厕所里也搞了个魔法灯，让他好久都想要的盐巴就在底下，他就没瞅见。露露西那眼神可不客气。然后俩人去看果树，活了还想种好多呢。露露西也盼着这些树能长出啥果子。正当他们日子过得舒坦呢，树上的蜘蛛突然来了个警告，小黑们找到新猎物了。等活了一看，又是一个美少女，还长了一对翅膀，看样子和露露西差不多。活了二话没说就帮她解了绑，用魔法把她身上的脏东西洗干净。这本事让活了羡慕得不得了。谁知道露露西居然想偷溜。这女孩是天使族的蒂亚，是来找露露西的。蒂亚问起活了是谁，发现露露西变了好多，以前她可从不承认自己弱，也是在那些小黑面前吃了不少亏。聊得这些沉重的，露露西还是诚心诚意地邀请蒂亚留下，带她四处逛逛活了的农场。先是那些种着各种蔬菜的地，接着是果园，甚至连蜘蛛妈妈都介绍了。没想到蒂亚被吓得直接趴地上了。接下来是收获的时候了，露露西热情的邀请，蒂亚勉强答应了一下，在活了的指导下摘了卷心菜，一层层剥开，撒点盐就能吃了。蒂亚觉得新鲜事物真不少，忙了一天，累并快乐着。晚上尝了尝草莓，直夸个没完。露露西抓着空子就这么留下了蒂亚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蒂亚也渐渐适应了农活，两人合作用魔法把木头搬来搬去。这时候火乐注意到小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也发现原来的房子住不下了，就在果园边又腾出地儿来，给小黑们建了个新家。蜘蛛妈妈那边也是一大家子，孩子们也该出去历练历练了。蒂亚跟火乐说他得出去一趟，不过很快会回来的。火乐没想到的是，蒂亚竟然带回了一大帮精灵族的姑娘，她们原来都挺可怜的，家乡被战争毁了，无家可归，只好到处漂泊。这种情况下，火乐当然得收留他们，他们可都是好手，流浪几百年，见多识广。露露西又给他们介绍蜘蛛和小黑，他们跟蒂亚一样的反应。既然决定留下，那就得建房子。火乐负责伐木，精灵姑娘们忙着建房，他们的手艺让火乐都觉得自己不行。大家一起努力，10天的功夫，房子终于盖好了。跟火乐的小屋比起来，那叫一个气派。火乐也学到了不少技术，打算给小屋也来个翻新。精灵姑娘们也慢慢习惯这里的日子，新鲜的大蒜直接生吃，真是够萌的，居然还搞起了烤肉生活。火乐原本以为他们是那种跟森林为伍的族群，这番话说出来显得他有点外行。精灵姑娘们接受了采矿和锻造，他们先用那个熔铁炉开始锻造，拿木炭和河沙铁放进去加热，经过一番折腾，一口漂亮的大铁锅就造出来了。精灵姑娘们忙碌之后，火乐也尝到了美食的福利。在这片森林住了这么久，火乐好奇这是谁的地盘。露露西说这地方应该没人占领，但说到势力范围，这算是魔王的地儿。火乐担心魔王会不会介意，露露西安慰地说自己开垦的地儿自然就是自己的，开具一把锄头，妹子全靠捡，男人就是简单的种地围起来，不知不觉就囤了一大批后宫，连动物都不放过。这一天，大蜘蛛抓到了蜂王，他没打算吃，而是让火乐来收养。火乐就给蜂王建了个家，蜜蜂能采农田里的花粉，如果可能的话还想弄个花园，这样就能享受美味的蜂蜜。蓄水池建好了，接下来得弄好引水渠道，用石头是最好不过，可这森林石头一个都没，怕用木头会漏水，于是火乐就用农具把土弄得跟水泥似的硬，正好用来处理成山的泥土。
精灵们一起协作，水渠终于弄好了，只需打开河边的接口，清水就能源源不断地流进来。水里还带着些小鱼，火乐还以为森林里的鱼最正常了，谁知道下一秒就冒出一条特凶的。他反应快，用农具一劈两半，直接串起来扔火上烤。露西他们对这种鱼挺熟的，死亡森林的动物一个比一个厉害，除非碰到火乐，不是成了宠物就上了餐桌。一开始妹子们还不太敢吃，但火乐吃的那叫一个香啊！露西和蒂亚也就尝了尝，没想到味道这么赞，多的鱼火乐就晾着风干存着。有了稳定的水源，火乐打算种起在期待已久的水稻，划出2块地引进清水。妹子们还不明白他想干啥，以为他弄个鱼塘呢，谁知道火乐让他们脱鞋下水种田。在火乐的示范下，精灵们学得飞快，一会儿功夫秧苗就种好了，害虫问题就交给做不团的小家伙们。有了万能农具，水稻长得特别快，一转眼就到收稻子的时候了。有精灵们的帮忙，真是轻松多了。把水稻挂起来风干，农具一变成了脱粒机，好谷子都筛出来扔石磨里去壳。一番折腾，终于看到了白花花的大米。接下来就是蒸米饭。火乐做成饭团，露西很好奇这么费劲出来的东西究竟好不好吃。蒂亚狡黠的让露西先尝，露西一尝发现真挺好吃。火乐还在饭里面加了鱼肉，看大家吃的那么香，他也想尝尝，结果就剩最后一口了。干农活身上都是泥，精灵妹子们一挥魔法，马上就干净了。火乐也想让精灵帮忙洗，但他更想洗个热水澡。再规划一番，一个简易澡堂就造好了。考虑到洗澡水直接排河里不太环保，蒂亚就抓了几个史莱姆。这些小家伙可厉害了，擅长净化环境。搬柴的时候，竟然发现柴端上长蘑菇了。火乐心里那个馋呐，想吃香菇了，于是就带着试试看的心思，在木头上敲啊敲的。洗澡这件大事终于来了，火乐开始教妹子们怎么泡澡。先得脱掉衣服，泡之前还得冲冲身子，光说不练似乎不太行。妹子们叫火乐亲自示范一下，火乐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还是展示了一番。进了澡堂，疲惫似乎都消失了，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。看火乐那么享受，妹子们也按耐不住了，想试试。这下火乐有点尴尬了，这情况真是难以招架。如果想弄男澡堂，又怕露西说他自私。第二天，木头上真的长满了蘑菇，还有小黑又带了5个精灵妹子，火乐索性也收留了他们。看着火乐旁边女生一堆，小黑就想起了过去的自己。他从小就是森林里的孤独狼，和其他雄性斗总是赢。本以为会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，结果有一天遇到一只雌性，没招了，就这么栽了。雌性不久就怀孕了，他也想做个族群的领袖呢，但接踵而至的是倒霉事。他们碰上了森林之王格斗熊，意外的是熊没吃他们，重伤后再没法猎食，结果被猎物追得到处跑，最后逃到连格斗熊都不敢来的森林中心。在这儿他们找到了火乐，他本来是不想服软的，但好吃的东西实在太诱人了，火乐处处都考虑到他们，根本就没有反抗的念头。他和雌性决定就以火乐为主了，之后的日子简直美滋滋。看着火乐带着这些雌性，果然是个厉害的主人，他们是地狱狼，无比吓人的存在。这点火乐到现在还是一无所知。不过这些都不是事儿，小黑真心感激能遇上火乐，这火乐真是太强了。明明刚开始只是个农民，怎么一觉醒了身边全是美女？为了大家高兴，他还整出了麻将、象棋、保龄球也没落下。有了精灵妹子们帮忙，火乐的房子也升级了，原来的小屋变成了豪宅，设计的也特别有个性。大厅真是宽敞的很，左边是火乐自己的房间，右边还搞了个饭厅和厨房，屋外那个炉灶也很给力，夸张点的话居然还有地下室，可以存粮食和柴火。露西和蒂亚又有了自己的房间，火乐对那个上锁的房间好奇坏了，费了好大劲想看里面有啥，一看里面居然是张双人床，具体用来干啥嘛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还是当没看见吧。新家的感觉真是让人激动，火乐甚至按小黑的样子做了2木头守护神。这天火乐准备好了主食材，准备做既简单又高大上的咖喱。露西和蒂亚超级好奇，这又是啥美味呀？跟着火乐一起搞辅料。没想到农田已经弄得这么宽广了，好多作物他们都没见过，只要用这万能农具一播种，啥作物都不怕气候环境的。接着开始找咖喱需要的香料，首当其冲的是小茴香籽。露西凑过去嗅了嗅，闻着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，然后是给咖喱上色的姜黄，这是香菜籽，叶子就是咱们的香菜。他说完还逗小黑去闻，没想到小黑一闻的味儿就跑了。这下露西和蒂亚都傻眼了，既有植物能吓跑地狱狼，这个真是得好好研究研究。火乐把香料都准备好了之后，2个人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火乐也没放心上，还是继续做咖喱。结果帮忙的就利亚一个。第一步，先在锅里倒油，把兔肉煎到变色捞出来备用。接着把小茴香籽炒香，葱姜蒜也得弄进去，西红柿也弄进去，炒成糊状就快好了。
再加上所有香料和盐巴，最后加水把主食搞进去。接下来就是慢慢等。可活了总觉得缺点啥，突然想起来没馕饼怎么能行？比起米饭，馕饼配咖喱才是真的配。粉团扔锅上烤一烤，咖喱一做好，那俩偷懒的露露西和蒂亚也回来了。活乐跟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，看着颜色确实有点怪，妹子们下决心尝一口还真得点勇气，可一尝就根本停不下来了。好吃的越吃越想吃，像上次一样，活乐只能刮锅底儿。不知不觉冬天就来了，下了雪只能待在家里了。经过上回的事，这次活乐准备的很足，考虑到做布团也得过冬，给他带去最爱的土豆。做布团也提前把做好的被子给了活乐，一人一份送给精灵妹子们，还用魔法把肉烘干存了起来。接着是怎么保存蔬菜，堆在箱子里，每层上铺块布，再盖上雪，怕雪化了淋湿东西，底下特地留了空。看露露西他们用魔法真是方便，自己是不是也行呢？可惜自己只是个农民呢，虽说只懂种田做饭，但在露露西眼里他就是最厉害的。一转眼雪都下了，老宅在家里的活乐想找点乐子，亲手做了一套黑白棋，还有国际象棋和麻将，教众人怎么玩。露露西迫不及待地想和蒂亚来一局，结果没多会儿就走投无路了。露露西很不服气，把棋盘一翻，本以为这下可以不用输了，谁知蒂亚魔法用，棋盘又回来了。精灵们也在那玩，小黑在旁边当参谋。活乐看出小黑们才是真正的高手，决定好好观战一下，果然厉害的不得了。露露西接着跑去挑战，结果意料之中的出乎意料，直接输得想自闭。玩完棋，活乐又搞了保龄球，肚子饿了就弄个火锅来吃，日子过得这叫一个滋润，舒服的时间老是过得特别快。冬天一晃就过去，春天到了，他们正想接下来干点啥呢，做布团突然敲响了警钟。活乐真是太牛了，本想过个普通农户日子，结果意外围了一圈粉丝妹子。蒂亚还叫来自家蜥蜴部队，他们还带来了不得了的生物。活着的日子过得又满又乐，但好日子没撑多久，突然来了个不请自来的巨龙。在做布团的提醒下，活乐发现了那只飞龙，可他不知道怎么对付。露露西和蒂亚也急坏了，因为这种级别的魔王城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行，飞龙的强大可见一斑。飞龙下一秒就开始攻击地面了。露露西和蒂亚见状合力支起防护罩，火球还是砸到了地面上。精灵妹子们赶紧去灭火，光防守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露露西和蒂亚打算反击，但不确定能不能突破飞龙的防御。活乐也想过要不要逃进森林里，但这主意一出来就被否了。飞着的敌人怎么躲得掉？只能想办法把他赶走。活乐心里想的是，他得守住这一方，保护好大家。同时，他手上的金光一闪，竟然变成了一把长枪。现在不是纳闷农具怎么变成枪的时候，活乐赶紧握准长枪，瞄准空中的飞龙，不试看怎么能行？没想到居然真的打倒了飞龙，妹子们都惊呆了。活乐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又高大了一些。这场乱战，农田是受了点损，但好在房屋都安然无恙。飞龙没变成大家想的那样成为新妹子，反而成了餐桌上的美味。毕竟龙肉这东西可不多见。活乐拿各种部位的肉大展厨艺，像是香煎飞龙腿肉排呀，胸肉则包叶子蒸，尾巴肉跟菜一起炖的汤，妹子们个个吃得满嘴流油。这时露露西好奇地问蒂亚能不能挡住活乐那一枪，蒂亚由头表示挡不住，除非是他俩联手才行。活乐不知道的是，他这一枪的名声已经四处传开，连魔王城和守门龙都得重视他了。飞龙肉的确跟传说中一样美味，但活乐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吃肉配酒才对嘛。现在葡萄正好也熟透了，就想着要自己酿酒了。妹子们听到新鲜事儿都特别兴奋，大家都热情满满的帮忙摘葡萄。接下来是葡萄要几只，活乐让妹子们上去脚踩。妹子们虽然觉得惊讶，但也听话的去做了。那冰凉的触感让他们有点不习惯，不过慢慢的就适应着围着中心踩起来。本来没问题，结果出小状况了。后来妹子们一边唱歌一边踩，这样踩的节奏才整齐。最后活乐也加入了采葡萄的行列，弄完了足足16桶。现在就等着葡萄酒慢慢发酵。这天，织毛衣的做布团发现了新的情况，小黑们又抓到一个妹子，原来是露露西的表妹弗劳拉。她听说姐姐有危险，就来帮忙了。活乐了解完情况后，真心邀请她留下。弗劳拉没想到表姐已经成家了，看着姐夫，看起来挺普通的，结果小黑直接露了他一手。露露西一说活乐的厉害，弗劳拉就地一拜，表示尊敬。活乐今天才明白，其实小黑不是普通的狗，原来是只厉害的地狱狼啊！晚上给弗劳拉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，他对那些调料特别有兴趣，认为值得好好研究一番。第二天他就收拾东西走人了。过了一阵子，弗劳拉又回来了，还把家里的女仆都带来了。这番情谊，活乐感激涕零，幸好自己身体强壮不生病，否则这阵仗真吃不消。
看着这么多人来了，只有蒂亚一个人显得弱不禁风，于是他也请假要离开一阵子。火乐好奇他急匆匆的有啥大事，原来是去召自己的部队来了，带来3个天使战士和一些蜥蜴人，蜥蜴人还带来了鸡哥，有女仆在，卫生问题就解决了。火乐还教他们怎么做饭，3个天使战士就在外面巡逻，确保这里的安全。蜥蜴人力气大，搞体力活正好。火乐正在头疼人太多的问题，精灵又把森林里的伙伴都带来了，一大波人马全是女的。火乐好奇森林里男性都去哪儿了，精灵说男性都没活下来，但他们准备安心增加后代了。具体怎么增加的，火乐没敢多问啊。考虑到人越来越多，火乐把各族的头都召集起来，决定给他们的地方正式起个名字。想了一堆名字都不满意，最后还是织毛衣的作部团给了提了一个建议。火乐打开门看向中间的大树，灵光一现，这个村子起名叫大树村。为了庆祝大树村成立，晚上火乐办了个大宴会，大伙儿一致推他当村长。宴会上肉多酒足，大家乐翻天。蒂亚看火乐孤单一人，赶紧约他一起来做。火乐这幸福的不得了，穿越异世界自己打拼这个村子，还囤了一堆后宫村民。不仅如此，还有长着兽耳的妹子来投靠，连魔王和巨龙都得对他客客气气的。火乐心里只想过农民的生活。这天他们村来了个高贵的客人，是魔王国派来的使者。火乐心里有点忐忑，总觉得这使者来头不小，谁知道人家使者竟然带了礼物来。露露西看得眼睛都眼花缭乱了，然后就开始聊这片土地，想起以前露露西说的，这地方按势力划分应该是魔王的，猜想使者是来收税的，不给就得卷铺盖走人。想找露露西商量商量，可火乐现在是村长身份在那儿呢，得硬气点。想来想去，决定给出1成的作物，每年冬天让他们自己来拿。使者听了乐开了花，回去魔王国还是有点担心。火乐这么做明显是在示好，明明有打龙的本事，这么低声下气的，不会是有什么诡计吧？毕竟火乐身边厉害的角色不少，有吸血鬼公主、歼灭天使，还有高级精灵和地狱狼。巡逻的还是扑杀天使，这实力打龙绰绰有余。使者认出包特产的布竟然是恶魔蜘蛛的蛛丝，那个是跟前几代魔王势均力敌的。越想越觉得心惊，4天王中就有人吓得要辞职了。火乐其实一点都不知道，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漏，想着这点小代价就让魔王军罩着，通常至少得上交5-6成呢。看着众妹子兴高采烈的聊天，火乐却搞错了情况。等到他们冬天来收拾，他们根本猜不到真实的收成有多少，可以说是用不到1成的收成换来了魔王的庇护，还真是村长的风范。还有那个送来的万能药，内服外用都行。本来以为没事了，结果又有新情况。这次来的是大名鼎鼎的龙族，还带了把宝剑来当见面礼。好奇的龙族究竟有何来意？结果人家只是过来打个招呼示个好，以为自己卑微到尘土里，结果他才是真正的主人翁。龙族怕火热的威风不敢正眼看，同意后再变成人形，自我介绍只敢说2句，生怕说错话得罪了这位。来者是客嘛，火乐当然是拿出好酒相迎。德莱姆喝多了就开始放开了，甚至都想留下不走了，但守护巢穴的任务不能丢，不得不说再见。火乐送了一大堆土特产给他，事后火乐打算好好规划一下村子的迎宾之道，觉得在门口说话不太合适，于是在精灵们的帮忙下，特地造了间访客专用的房子，房子还挺大，能住30个客人，还特别教大家怎么接待客人，为作部团还做了个铃铛，这样一来敌人和客人就能一清二楚。果然不出所料的，新客人又来了，人家是从东边的好邻村来的，目的是要和咱们村儿建立良好关系。露露西这回主动迎了上去，说话一点也不客气，一眼就看穿了对方藏着的底牌。火乐一头雾水的时候，小黑们把躲藏的人揪了出来，对方只能赖皮说是队伍里走丢的。露露西热乎乎的邀请他们进村，但回头跟大家说村里有让他都怕3分的生物，对方明白做客是有礼数的。女仆们虽然心里不太乐意，照样按照火乐的吩咐准备饭菜。蒂亚赶紧把门给锁上了，跟火乐说这帮人可能没安好心，既然这样就不能照常接待了，只弄了点简单的食物。火乐硬是不顾众人反对，拿出2杯酒，但就只给了2杯。他觉得当地主的还是要有点样子。然后火乐就上前去问他们来这儿干嘛的。他们村里大都是兽人族，主要是狩猎和挖矿为生，还跟山里面的人类村子做点小买卖，但最近闹了点别扭，买卖都停了，所以才出来找新的交易伙伴。听说魔王手下发了个通告，他们就找上了大树村。因为不熟悉这边，先暗地里派人观察了一下，知道火乐是个大乌龙后，火乐挺愿意跟他们做交易的。他们有矿石做的工具啊什么的，光是来这一趟的够呛。想着火乐住在森林里，行动起来应该挺方便，就希望火乐能去他们村里交易。火乐本想让小黑们拉货，结果德莱姆经常来串门，知道了这事儿，甚至说拿酒头报酬也愿意帮忙运货。另一边，好几天没动静的好邻村还以为火乐这样高贵的村子瞧不上他们呢，谁知道下一秒就看到远处飞来一条巨龙，吓得他们魂飞魄散。
等看清楚被试是蒂亚他们，这才安下心来。德莱姆回来后郁闷的发白，因为他那瓶宝贝酒也成了交易品。一听说火乐要补偿，立马有精神了。这趟出门，蒂亚还给带回来20位少儿娘。好林村的村长想让些人搬过来，火乐头都大了，怎么来的全是女的？他建议再搞几个年轻的男的过来，结果送了3个小屁孩。这一下精灵姑娘们手都痒了，谁知道他们脑子里打的什么主意？这村子真是奇妙，就连龙族大小姐来了都得干农活，力道控制不好，西红柿一碰就炸，洗碗的更夸张，直接变一次性的了。火乐每天都会迎接新面孔，每一次不是美女。刚搬来的兽儿娘都挺拘束的，以为会受到冷遇，但在女仆们的照顾下，他们渐入佳境。只是有点奇怪，新来的人不知道怎么老是晕倒。那天3个小屁孩玩得不亦乐乎，不小心栽了个跟头，好在塞纳用魔法把他们接住了。这一幕让火乐差点没地方放脸。这里的人似乎除了他谁都会魔法，天使族、精灵族几乎个个都是，鬼人族的水火魔法也是拿手好戏，就连做不团的小黑蜜蜂也能来点小把戏，甚至连史莱姆这种低级货色也在他面前显摆显摆。虽然伤害不咋地，但他侮辱感十足。一想通了，火乐就释然了，没用的东西强求也没用，干脆把精力放在自己能搞定的事上。突然间，远处一声巨响传来，扑杀天使飞过来报告，森林里的狗头熊和血腥蝮蛇打架了，担心会波及到村子，但一旦介入又有危险。没想到火乐心里却在想，这俩打完了能吃吗？天使直接把火乐带到现场，两魔物盯着他看。这会儿火乐却让天使降下来，一招就解决了高级魔物。3位扑杀天使都看傻了眼，村长大人就是厉害。处理完后，火乐开始动手做饭，撒上香料，倒入红酒慢慢炖，香喷喷的红酒熊肉就出炉了。还有那个酥炸驼肉，外脆里嫩的，吃起来跟鸡肉似的。没多久又来了3个访客，是3个矮人，特意跑下来尝尝这儿的美酒。火乐准备亲自倒酒，但蒂亚不让，免费喝可不行。大家都觉得蒂亚说的对，矮人口袋里空空的，但他们带着手艺来的，为了酿酒不远万里，看到这儿的好材料，肯定能造出上等美酒。一提有美酒，妹子们都激动了。火乐点头同意了他们酿酒。矮人动起手来，啥都能变成酒，一通操作，玉米酒出炉，轻轻一喝，脸儿下红扑扑。矮人就这么留下来了，专门给村里酿酒。晚上开了庆功宴，酒水再也不愁了。不是怎么的，德莱姆也蹭进来了，每回都喝得烂醉如泥，得让手下绑着他才能拖回去。火乐问矮人村里有没有合他心意的妹子，这些妹子虽好，但都太嫩了，他还是喜欢那种留胡子的女人。火乐一大早准备忙活，抬头一看，又有龙飞过来了，心想这不是好兆头，赶紧摆出战斗的架势，正打算开打呢，德莱姆突然冲上去把龙撞飞了，还没缓过劲儿又来一条，感觉这龙比较棘手，瞅准了就往他身上扔长矛。谁知道这龙身手还挺利索，给躲开了。火乐正准备再来一次，这时德莱姆的手下跳出来拦着。原来这2条龙不是敌人，是德莱姆的老婆和女儿。他们看德莱姆老是偷摸跑出去，还总从宝库里拿东西，以为他肯定在外头干坏事，才会有摧毁村子的一幕。知道弄错之后，母女俩都向火乐道了歉。老婆知道德莱姆为啥这么做，明白了强之间保持关系的重要，毕竟像火乐这样的对手不多，他还差点把火乐一枪给干掉了，最后还是靠老朋做不团救的。为了维持这段友谊，决定把女儿留在村子里帮忙。这一下，火乐的村子多了2个强力村民。不过找工作给拉蒂斯还真头疼，他干啥不行，力气太大，一碰水果就爆炸，轻轻一用力，一打喷嚏，活计全毁了。于是火乐让他去洗盘子，可这碗碟洗的一个比一个少。拉蒂斯在村里的动物都怕得要死。左思右想，火乐想出个合适他的活，让拉斯蒂去做外交工作。龙族那强大的气场，比尔杰说话都结巴了。拉斯蒂让买啥他就买啥，根本不敢砍价。事后魔族这边也开始议论纷纷，觉得这村子越来越牛，必须得盯紧点。他们打算派个密探混进去，但又怕一旦暴露，两边就得翻脸。这时候比吉尔想到他女儿弗劳雷姆了，让他去当潜伏者，还得观察一下村子的战斗力。一听任务，弗劳雷姆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不过他见到接待他的拉斯蒂时就懵了，他记得这位龙族是出了名的凶。拉斯蒂带他四处逛逛村子，没想到拉斯蒂还有别的活忙去了，留弗劳雷姆一个人，自由活动正合他意。他一探究，心里直打鼓，这些族群一个比一个难缠，看到成群的小黑和恶魔蜘蛛他都怕了。他一直觉得自己在魔王国算是厉害的魔法师，到这一看啥也不算，和那个号令龙族的大 boss 比起来，他好奇那人到底有多厉害。这时候拿着锄头的火乐从他旁边走过，看样子就是个普通人类，他不高兴的就转身走了。后来拉斯蒂告诉他，那个普通人其实是村长。弗劳雷姆彻底失望了，从此见到火乐他就紧张的说话都抖。小黑们这次又立了大功，
从森林里带回来3个半人蛇的妹子，火乐直说受不了，还给每个蛇都发了条布。大树村最宝贵的就是酒了，因为史莱姆偷喝了1大桶，结果所有村民都不干了，甚至要当场给他个教训。火乐本想把他装壶里反省去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有啥用？惩罚个史莱姆而已，只希望以后喝酒的史莱姆就他一个。晚上，火乐煮了蔬菜火锅，众人尝着味道都挺满意的，尤其是香菇，真香。但火乐心里还是想念大海的滋味，要是能来点海鲜，肯定更棒。海鲜这词儿，大家听着都一头雾水。火乐解释，这玩意儿有鳕鱼、螃蟹之类的，可这些词在妹子们脑海里全变样了。这时，弗劳雷姆说，魔王国领地有海港，离森林往南不远就到，那边有个海产贸易市场，说不定能找到大家想吃的鱼。拉斯蒂一口应承要去，弗劳雷姆也决定一块儿。他们一路走，花了3天，收获满满。麦克赶来魔王国最大商会的老大，还弄了一箱箱的海鲜，就是昆布没着落。渔民们一般不理那东西，但火乐既然提了，麦克下命令开始收集。他这次来可有3件事，先是感谢火乐的照顾，也来拜访一下，再就是想和大树村搞更深入的贸易，最后麦克想成为大树村御用商人，就是包揽村里所有对外的买卖。麦克还保证让大树村的水果卖个好价钱。露露西委婉地说，大树村的交易伙伴可不止他一个。谈妥之后，拉斯蒂亲自送麦克回去，能骑在龙背上对他来说简直不敢想。想起第一次遇见这些大人物，越想越觉得心惊胆战。晚上，火乐终于如愿以偿吃上了海鲜，妹子们都目露期待，都迫不及待想好好尝着这未知的味道。第2天天气特别好，但事情总不按套路出牌，大树村上头又飞来一条龙。火乐这次没着急出手，担心搞错又是德莱姆的亲戚。对面那位没对孙子下手，倒是向远处扔了个火球。火乐看出来这是故意挑衅，一枪就扔了出去，没想到对方躲开了。其实火乐故意偏的，想吸引注意，第2枪直接打中了。小黑们赶紧围上去，没错，又是个漂亮妹子。这时候德莱姆急匆匆的来求情了，原来是德莱姆的姐姐哈克莲，听说拉斯蒂要嫁给村长，特地来考验这位未来婿。当然她也是心有不甘，自家侄女竟然先找到归宿了，明明比他小了整整900岁。王让火乐热情的款待哈克莲，他意外的很快适应了这里，吃喝完了还想来局麻将，打算在牌桌上赢过火乐。输赢得有点堵住他好玩吗？火乐就提出了脱衣服的惩罚，哈克莲2话不说的答应了。最后火乐孤军奋战对抗3条龙，我这是太希望火乐能赢了，但他就是命硬啊，输到最后连裤子都没了，一局都没赢，甚至连裤子也输掉了，只能脱掉。同一时间，魔王国开始忌惮大树村，短时间内又添了条龙的战力，他们已经不是一般小国能对付的了。连魔王都觉得局势不妙，尤其是他女儿最近脸色不好，担心弗劳雷姆被做人质，打算集结兵力要把他接回去。哈克莲也就待在村里了，除了整天无所事事躺在床上，偶尔还教孩子们读写算术。今儿个3个半人蛇族妹子带着宝贝上门了，火乐纳闷说这是咋回事呢？听他们说了说，原来是因为小黑们去搞森林迷宫，弄他们没地方住了，说白了就是小黑们惹的祸。火乐就给了他们点水果，再加上1条布，还跟半人蛇族说好了合作，让他们帮忙搬运货物，算是交了个得力的邻居。不知不觉中，大树村的交际圈子越来越大，火乐打算让村子再发展发展，准备扩大农田。这村子牛得很，不光有高级魔兽，还有厉害的龙。魔王的女儿来了，都愿意下地干活。就在前些天，魔王国的公主尤利听说她闺蜜弗劳在这边种田，就以为肯定是被抓来的，想着派兵来打。弗劳知道这事差点没乐死，这不明摆着找死吗？为了阻止这场闹剧，弗劳就主动出击了，让蛇人坐在路上，就给公主拦了下来，用实力给了点颜色看看。弗劳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把他们一起带回村里来接受惩罚。3个贵族小姐吓得瑟瑟发抖。弗劳给火乐解释道，这些都是魔王国想搬来的志愿者。这时火乐看向旁边的公主，公主也没了刚才的劲儿，坐那紧张的不行。弗劳公平公正，不因为公主的身份就特殊看待。后来弗劳带公主四处转转，村里有很多的没见过的东西，公主特别喜欢这儿，看到小正太还忍不住摸摸她的狼耳朵。原本以为村子里有龙是吹牛，亲眼看到拉斯蒂就信了。3个贵族小姐姐想着，要是自己真住农村，那得多丢人呢，所以他们心里盘算着要逃跑。晚上3个人偷偷爬墙头要溜，结果被小黑抓个正着。白天想溜，又撞见友好的作步团，失败了2回，他们就死心了，开始认真的干活，希望别被处罚就好。原本凶巴巴的魔物到这儿都变得温顺，那种传说中的地狱狼到这儿就成了捡盘子的小狗狗。弗劳好奇公主为啥要打仗，公主就说是担心他嘛。弗劳听了挺感动的，他们俩毕竟是好闺蜜。大树村的生活虽然累，但是吃点妙不可言。3个贵族小姐被这美食迷得神魂颠倒。
火乐原本还琢磨他们适不适应呢，现在看来完全多虑了。公主过了几天对大树村彻底改观，甚至亲自下地干活，跟大伙一起忙里忙外，公主的架子全甩到脑后了。这几天玩得不亦乐乎，但总得有离开的时候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跟着公主的3个小姐妹竟然心生留下的念头，她们吃啊吃的停不下来，表面上说是爱上劳动，不知不觉收获的日子到了，仓库塞满了，还有的放不下，拉斯蒂就提出自己带点回去。哈克莲他们也是这么想的，梁志龙把东西收拾好就各奔东西了。回来时，哈克莲竟然带了几个精灵妹子，火乐一看他们皮肤发黑，还以为碰上黑暗精灵了呢，谁知道人家是山精灵。火乐二话不说就接纳了他们。山精灵妹子们挺有自尊的，能收了他们已经很感激了。吃饭的事情他们要自己解决，他们对自己打猎的本领挺自信的，比方说在地上弄个陷阱什么的。可惜他们还不知道这森林的危险。没多久，山精灵在北边山谷找到个迷宫入口，他们想让火乐同意派人去调查。得到允许后，精灵妹子就带着蜥蜴人还有小黑去了。一边探索迷宫，一边火乐还特地造了个男澡堂，村里男人也多的是，这一下也不怕镇不住场面了。但是火乐不知道，这3位贵族小姐居然打算偷偷溜进去帮他搓背，被父老给拦下了。想帮忙搓背也得排个队呀。第二天，精灵妹子们团团聚在一起，极力要求火乐派队伍去迷宫，因为他们在迷宫里发现了血腥蝮蛇，听说吃了它的肉能让人精力充沛，夫妻和和美美，孩子一大堆，对他们精灵族来说这是大事。秋天一晃就过去，冬天来了。这一天，露露西不太对劲儿，躺床上了，食欲不振还想吐。精灵们都想要孩子，但他们族里没男性了，所以他们每晚都会小队行动，守在火乐房间外面。大树村人多了，很多事情火乐不用亲自操心，每天能睡到太阳高高挂起再起床。火乐也不是不愿意早起，只是因为鬼人族女仆们总是起得比他还早。不知不觉中，露露西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原来是怀孕了，所以才变不了身。火乐安慰完露露西，每天还得忙着自己的工作，就是到处寻寻看家里的状况。餐厅坐不下所有人，所以早饭得分3波吃。第一波当然是火乐和蒂亚这些地位高的女仆们吃第2波，那些爱睡懒觉的人就等第3波吧。还可怜跟早饭没缘分。火乐还发现，平时看起来挺精明能干的天使，私下里其实挺没谱的，家务活完全不行，洗衣服还得麻烦蜥蜴人。不过守护村庄这事上，他们还是蛮拼的，吃饱喝足了就得下田干活，偶尔田里还会冒出些奇怪的虫子，不过有万能工具变出的浇水器、害虫什么的轻松解决。农田一点点扩大了，巡视起来自然也累人，但是看着庄稼一天天长大，辛苦付出得到回报，真是让人太高兴了。每天能吃到美味的食物，火乐更是感觉到满足。想想大家一开始那副凄惨样，他真不想大家再为了吃的发愁。人多了，种菜也轻松多了。不过翻地种新作物这事儿还是得他来，种花美化村子这事儿他是下了番功夫。平时他也喜欢弄些小玩意儿，哪怕是没什么经验的工具，只要有万能农具在手，啥都不是事儿。大树村还得组织村民练习战斗，鬼人族妹子为了身材能更好的穿女仆装，每天都得好好的锻炼身体。火乐除了那个万能农具，别的武器看着都觉得有点捉急。晚饭的时候，父老带来了公主的消息，他想请作布团帮忙织条洋装，他挺想要的。火乐倒是觉得无所谓，作布团肯定也挺高兴的。睡觉前，火乐决定去泡个澡，自从男浴室弄好，他再不用担心那个问题了。可是当火乐准备回房间睡觉的时候，感觉到四周有种说不出的目光，这时候就会有莫名其妙的紧张起来。第二天，大树村里来了个奇怪的客人，他跪在火乐雕的神像前一声不吭。这人不光神秘，力量还大得难以想象，连作布团都没第一时间发现他，大家都紧张的不行。但露露西看到他却意外的很，因为他是吸血鬼的始祖大佬，活了4000多岁了呢。听说露露西怀孕了，特地跑来看看，没想到被神像吸引了。始祖特别敬仰神明，他小的时候见过神明一面，时间久了，神明的模样他都快忘了，自己试着雕过，可就是觉得差点意思。火乐看出他想要那个雕像，可惜这个不能给，不过可以再打造一个。看到露露西过得好，始祖背起神像就准备走了。他想给火乐钱，但被拒绝了，毕竟神像是神圣的，不是用来交易的。始祖一回去就赶紧把雕像放到神殿最好的位置。火乐虽然没啥雕刻天分，但是有万能农具帮忙，也能变得有模有样。就是个雕像，神明的庄严感是一点也不少。为了感谢火乐，始祖送了超贵的钢琴给他，算是给露露西孩子的礼物。看到这架钢琴，魔王国的3位小姐姐都迫不及待想试一试，可这样弹起来就迟疑了，心里那个紧张啊。把这事儿告诉了火乐，火乐就让麦克去买了架练琴。村里人对这钢琴都挺感兴趣的，但除了魔王国那几位会的，其他人都是新手。有了钢琴之后，每到晚上火乐开始遭罪。
为了让村民们能换到想要的东西，火乐就发明了大树村的专用货币。春天悄悄过去了，日头越来越毒，晒够太阳的菜菜看着就水灵。看到大家那么勤快，火乐说大家歇会儿吧，他自己倒是若无其事的，直到露露西喊他了，他才去休息。有魔法真是方便，一点手指就能喝上冰水。火乐想露露西在外头晃悠，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。露露西说这是村民给的主意，适当活动对身体反而好。晚上姑娘们都在问，肚子那么大的露露西啥感觉？肯定很沉吧？露露西说感觉像抱着2卷卷心菜。精灵姑娘们听了直羡慕，她们为了生宝宝可烦恼了。露露西怀孕期间被大家照顾得特别周到，就是不能喝酒有点遗憾。大家听露露西这么一说都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村里的最大嗜好就是喝酒嘛。还有作布团也在忙着给新生命准备了好多衣服。第二天大伙找到火乐，想让他卖掉村里的酒。火乐知道后感动的不行，大家都是为了露露西才舍得决定一起戒酒了。火乐却想出了更棒的点子，咱不如把酒藏起来，等这阵子过了咱再喝，说不定味道能更上一层楼。那些不知道咋回事的矮人们都挺郁闷的，不懂为啥大家突然都不喝酒了。火乐一解释，他们这才恍然大悟。肚子大的走路都费劲的露露西现在不太方便动，不过这在屋子里也不会觉得无聊，因为村里人都会带着礼物过来看他。山精灵带来了可以让人精神抖擞的秘药，拉斯蒂也从家里的宝库里挑了颗恢复魔力的宝石。那些鬼人族的家伙费了好大劲儿做了份布丁。精灵姑娘送来满是祝福的花圈，吃货哈克莲抱着成堆的苹果来了，妹妹在这端着豆腐西红柿味增汤。小黑们带来了自己捉得的猎物，作布团的孩子们也拿出了自己织的小衣服。蜥蜴大哥哥倒是有点懵，他们是下蛋的，不太懂这套，索性就秀了秀自己的肌肉，希望露露西能吸血恢复元气。看着大家那么多的礼物，露露西心里那个美，但转眼间她就有了感觉，觉得宝宝要出来了。村里人立马忙活起来照顾露露西，火乐帮不上忙，只能在外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完全没心思睡觉。火乐走到最开始挖的那个树洞边，心里感叹变化真是太大了。一夜的忙碌过后，露露西顺利生下了宝宝，母子俩都挺好的。看着床上抱着孩子的露露西，火乐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，心想自己怎么就当爸爸了呢？他轻轻抱起自家小宝宝，心里盼着宝宝能健健康康的长大。当爸爸已经1周了，火乐回想起一开始穿越那会儿，现在的大树村可真是热闹极了。突然想到大伙送的礼物，得找机会好好感谢大家。于是火乐把村里人都叫到一块儿，跟大家展示了他搞的一种货币系统，大家能用这玩意儿换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刚开始给每个人分了3枚货币，也有想要更多就通过干活来赚。作布团和小黑的成员特别多，还有很多都在外面闯荡，所以一下子就给了他们30枚。为了防止假币出现，这货币都是火乐用万能工具亲手造的。有人用它换了家具还有玩的东西，天使们换的是武器，小孩们想让火乐帮忙给他打造一个全新的狗盆。但有一天，火乐接到一个很奇葩的请求，听着就像是让坐牢的节奏啊。到了晚上，火乐举行了一个宴会，大伙终于能再次畅饮美酒了，都激动坏了。另一边，魔王国也召开紧急会议，他们感觉到了大树村的实力，有人甚至提通过联姻来结盟，但这主意直接被魔王否决了，他才不想让自家闺女嫁过去呢。与此同时，火乐又听说其他森林的村民都在找新地方住，还有一些战火中逃出来的难民，人数轻松过了100。男主便想有必要建造另一个村子，大树村得准备好接纳更多的人了。